Hell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 Jasmine 小茉莉。今天来一点不一样的，不是Toyota。然后，哦耶！今天我们两个呢就找来了这辆最顶配的2.5 Turbo CX-5， 然后这个 CX-5 呢就是那个不用换压箱油的 CX-5， 你懂吗？它不用换压箱油的嘞。是？原厂不建议换压箱油啊！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个过去看一下啦。然后这辆 CX-5 看到吗？极美！哇老喂，又是白色的，我很喜欢白色的车。来介绍一下。笑屁啊！我完全就不了解这辆车，但是我知道它价钱是170多千，然后是2.5最顶配的 Spec Turbo 的。它的车灯美吗？车灯很美，但是这个它好像是已经是有粘那个 PPF， 有粘那个纸哦。然后这里是超美，简单到超美。上一款的 CX-5 跟这一代的 CX-5 哦，这一次的车灯变小了，变成眯眯眼。然后啊，它的这个 fog lamp 啊，小到你看到吗？超小的，圆圆一个小个，好像一个5毛钱的 size， 超小的。然后也没有很多多余的洞啊什么的，就看起来很 simple， 很好看。然后我第一次踏上这辆车，然后一坐进去的时候就觉得，170多千这个底载好像又很普通，可是看久了又很喜欢哦。这辆车是拍了几集Toyota之后第一次讲这样大的那个 rim， 19寸的 Sport Rim， 换打压的时候就吓死人。然后这边有一个 side mirror， 是在门上面的，而不是在这个 A 柱这边的啦。也是有一个小小的 LED 灯条，看到吗？它把这些灯的东西全部变 mini size 小小个。其实这个 CX 系列的都是比较简单设计，可是又简单到很大方。外表其实大致上都就这样，大家都看过了啦，路上已经很多辆了。那一种的话，就因为我喜欢简单的设计。哦，它的设计就是比较属于。然后它的那个中间就有那个木的那个底材。木纹啊。哦，这样子的东西啊。对。这个。我觉得黑色，然后配这个木纹就很像很 class 啊。然后刚才一上车就有看到是2个都是power seat哦，然后是有记忆选项的。坐进来这辆车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steering 啊。设计是比较简洁，虽然讲上面是有一些 button 啊，可是它的 button 不会多到眼花缭乱，就很简单看得懂的 button。然后 steering 是可以做上下、前后调整。虽然它是一辆2500cc turbo， 然后马力跟扭力都算蛮大的一辆 SUV 啊，可是它没有 pedal shift 的。你要做到加减压换挡呢，你要在 gear knob 这边做加减压，所以这一点是有一点奇怪啦。因为大部分的这种比较动力型的 SUV 啊，都会有 pedal shift 啊，但是这辆没有。但是实际驾起来呢，那个 pedal shift 一般上也不太会去用啊。好像我自己的车有 pedal shift， 我是没有什么用它啦。然后当然这个 steering 呢是有一个包皮的啊，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嘛。如果你们的车的 steering 是没有包皮的话呢，不用紧，也不要气馁，因为现在呢，你可以在 Elivo 的 Shopee 还有 Lazada 买到包皮的 steering cover， 是真皮的啊，所以包上去呢，手感就会好像包皮的 steering 这样啦。这辆车的后座呢，很神奇的。你看这辆车的外形啊、外观，你可能不会觉得它是一辆很大辆的车，可是你坐在后面啊，它是很舒服、很舒适的。整个椅垫的长度啊，椅背的倾斜角度，我觉得都是 OK 的。再来另外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啦，就是它有一个 armrest。OK，armrest 很普通嘛，有什么好特别？它的 armrest 不只有置杯架，还可以打开来。里面有2个 USB 插孔，就是讲你坐在后座的乘客呢，可以在这边用 armrest 里面的电源来插手机。如果是一般上的 SUV 或者其他车款啊，他们通常会在这个前方的中央扶手的下面会有这个 USB 插孔。可是如果你坐在后面的话，有2条wire这样伸出来，不好看嘛，对不对？而且还会勾到脚。但是这个呢，它就把那个 USB 插孔放在中间的 armrest，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feature 啊。当然讲到中间这个前方的这个中央扶手这边呢，后面就有冷气出风口啦，对于马来西亚这种炎热的天气来讲啊，是一个很好的功能啊。OK，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后箱，你会开吗？啊，有这个电动尾门，这个 size 你觉得 OK 吗？超大，那个底材哦完全不一样哦。那时候我们拍 close 哦还是这样子，对，Corolla Cross 是拉一个帘出来嘛，这个就感觉很。它直接是 built in 在它的窗口上面这边，可是也是可以开的。对，可以拿掉的。然后它在打开尾门的时候呢，它就顺便升上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idea 不错啦。看一下下面有什么，有 spare tire， 然后还有说明书，有这个转的。哇，穿短裙哦，今天有福利。OK 吗 ？OK。这个尺寸
还有一个位，还有一个位就我来了啊。OK， 看了 exterior 还有 interior， 喜欢吗？我喜欢它的 dashboard， 它的 dashboard 很整洁，是我喜欢的 pattern， 不要那种乱七八糟很多线条，一大堆 chrome。然后这个呢 simple 皮革 soft touch， 然后有那个 stitching 啊，是真的 stitching 啊，不是那个带主义狗狗讨厌的 fake stitching 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dashboard design 我个人很喜欢，它的 meter 我也觉得很漂亮，要不要试驾 ？OK， 走 ，Let's go。OK， 我们现在就是来试驾这辆马来西亚最顶配的 CX-5 啊，它的马力还有它的扭力的那些参数呢，就不多讲了啦，因为已经太多人 review 过、拍过这辆车了。OK，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这辆车它神奇的地方啊，因为在拍这辆车之前呢，我有上网看了一些它的影片，还有搜索了一些它的资讯，然后发现这辆车其实在驾驶感方面是一个很神奇的车款来的，因为这个 GVC Plus 啊，会让你一个本来可能不太厉害驾车的人啊，变成开车大神，驾起来就会觉得好像很舒服、很平稳。然后尤其是在绕耳包的时候啊，听这个 Mr. Low 啊 YouTube 界的一个朋友就讲，在走绕耳包的时候呢，这辆车你 steering 摆多少，然后它就是多少啊，你不需要一直去修正你的路线。所以现在是一个绕耳包，我就来试一下这个绕耳包，转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时速大概是在40左右。哇，真的嘞，我的 steering 啊，画面里面应该拍不到啦。可是我就是一直打着一个角度，我没有去动它，它就一直在往同样的一个角度在摆动。我不懂其他车是怎样啊，如果是我自己的车啊，我要去修正那个路线的，我可能要 steering 摆多一点，摆少一点，摆多一点，摆少一点。可是这个啊，加起来就是，你看我 steering 就是打着一个角度，我油门下去，它就是一直在转同样的一个角度的圈圈。哇，原来这一点就是 GVC Plus 的厉害。坐起来什么感觉？要晕了，你再转。啊，我们不要转了，不要转。然后这一辆 CX-5 呢，跟我之前拍过的一辆 Mazda 3一样，在驾驶座前面呢有一个抬头显示器啊，会显示你的这个时速啊。我个人会觉得有点眼花啦，可能我比较难 focus 这样多地方，所以如果那边有一个数字一直在跳动的话，我会觉得很乱这个等一下我们给小茉莉驾的时候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然后动力方面呢，这辆车动力真的不是给你买的。你不要看它是一辆 SUV 啊，以家庭为主的这种车款啊，可是在动力方面它的爆发力啊是很 powerful 的。我们这就来试一下它的动力表现啊。爽吗？有力吗？有力，而且这里是小路而已。我也不太敢踩，我就是顺顺的踩，可是它就已经很有力了。它的这一辆 2.5 Turbo 我觉得不像 Turbo 啊，因为我自己是有在加 Navara 2.5 Diesel Turbo， 又有在加 Preve 1.6 Turbo， 然后我觉得 Turbo lag 啊，在那两辆车都是算蛮明显的。可是在这辆车方面呢，真的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到 Turbo lag， 它给我感觉很像大 CC 的 NA 车啊，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好。你不要讲话没？太舒服了，讲来我都要睡着了。真的吗？真的。还是我讲话讲到无聊？没有，这太舒服了。你看它的这个绕耳包，我真的是一只手随便打一个方向就这样转了。是，完全就没有摆任何的那个。我也没有去修正角度嘞，可能画面拍不到这个方向盘呐，就可惜了一点。下次我装多几架相机。然后今天我换了一个新相机，你们看了觉得画面怎么样？可以在留言区打上来。拍到完好看吗？你都戴着口罩，还是看得到的。光线有点暗呐，所以可能也不完全是这个相机的表现。你们懂为什么光线会变暗吗？因为这辆车本来就已经有连蛮黑的丁特了，然后我们又再跟它装了这个 A-Level 的3线，这个很够力耶，这个是 Premium 版本的 A-Level 3线。如果你们有看过我之前的一个 Ativa 的影片啊，跟车主试驾的，这一个呢跟那一个是一样 Premium 版的，它的网的密度啊是比之前我介绍的那些还要来得更加密，它更加可以阻隔外面的光线啊。可是很好耶，因为现在很多车来以后都是有原装的那个顶灯，但是不够黑，亮亮的，刚刚好，又不用自己再去粘多一层。对呀，而且这个是 magnet 的，很容易随手就把它安装，也很容易把它拆卸。所以当你不要的时候，可能晚上你不习惯这样黑，拿掉了。然后有太阳的时候再放回去。OK， 我们现在给小茉莉驾，给她体验一下 CX-5 2500cc Turbo。你有驾过这样大马力的车吗？
OK， 有点不习惯的这样车。这个它没有像那个 Corolla 那个会 auto 的。哦，你车走它就放掉它的 handbrake。打底啊，过后我走它就会放掉。OK， 现在 handbrake 已经 on 了，卡着。会啊，它会 auto release。所以这种电子手刹车呢，你即使拉了 handbrake， 然后你在开车的时候啊，你忘记放它的话，它也是会 auto。看到了那个。看到什么？哦，那个抬头显示器，坐在 passenger side 这边是看不到的，你会觉得很烦吗？眼睛一直要去看它嘞。对，因为它就一盏那个灯在那边。我觉得可能我驾不习惯啊，觉得它的 dashboard 很高。你的椅子要可以放高一点嘛？我又不习惯驾高坐高，可是我又觉得这个 dashboard 很高，很矛盾嘞。可能驾久就习惯了啦，因为我驾习惯手单嘛。柴油，试看动力。超爽了，超爽的，很有力这辆车，而且还不会有那种要飘出去的感觉。OK， 你们可能会在画面上面听到一些噪音啊，那个是因为这个车主他有放那个手机支架，就会发出一些声音。但是其实这辆车本身啊，它是没有什么声音的，是很安静的。像这种车会不自觉的哦，想加快啊？是，因为我自己驾车也是习惯加快啊。然后再加上这种车会不自觉想踩油，就觉得很有力很爽哦，就觉得坐在里面很有安全感哦。这 styling 那种感觉超好，包皮的感觉。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吗 ？OK， 很安静哦。很安静。唯一要觉得不太满意的啊，我觉得是它的这个 screen 太小。太小了。就一个 baby size 这样小小个，可是它应该也有它的特点呢。就 OK， 你可以在这边中控台下面，牙柄后面这边做到操作。可以转来转去。我个人是比较没有什么用到啦，真正要用到它的时候应该是 parking 哦，它有那个360嘛。但是我觉得它的360的那个画面啊，好像不是很高清啊，它的那个颗粒 pixel 还蛮大力的。OK， 其实这一期呢也不是什么完整的 review 这一辆 CX-5 啦，最主要的是之前我其实有拍过 CX-5 的影片，但是那时候我拍的是低配的，就是那个 2.0 NA 的啦。我觉得动力方面啊真的不够。但是这一次呢，试驾到这个2.5 Turbo 顶配版本呢，我觉得真的是整个驾驶感还有它的那个动力表现啊，真的是 good 的。尤其是像我这种，有时候我喜欢舒服的开车，然后我有时候又想要有点动力的时候呢，这辆车就可以满足到很大部分的需求啦。再来就是它的后箱很大，我很喜欢，乘坐表现也很舒服，好像我们这样坐在 passenger side 驾驶的人也会觉得很舒服。再来就是这辆车啊，它有一种我个人喜欢的那种低调，可是又很快的感觉。你不觉得它外观长到其实很普通吗？就很低调啦。可是动力方面呢，这辆车是很 power 的。你觉得这个价钱 OK 吗？对我来讲是贵了啦，偏贵啦，因为我买不起嘛。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这个价钱买到这样的东西，OK。我是问你买不买得起？我当然买不起啊。我是问你这个价钱买这辆车 OK 吗 ？OK， 很 OK， 很 OK。它现在给到的这些配置也好，它的动力表现也好，乘坐体验、驾驶体验都好。在这个价位啦，我觉得啊，它的对手要跟它做比较的话，它的 material， 尤其是我们摸到、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它的对手真的不太够它来。Proton 方面 X70 跟这辆就很难做比较，因为价钱差太远了。所以如果拿 X70 跟这辆做比较的话，性价比当然还是 X70 比较高啦。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这种很 luxury 的感觉啊，我觉得还是这台更加高贵一点啦。我觉得甚至有点接近 Lexus 了。它的 design、它的这些造工、它的工艺、它的用料，我们摸到的，我们知道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套一句戴主义狗狗很喜欢讲的话，就是很阿达斯。驾起来呢，以女生来讲，你觉得驾起来感觉怎样？我还蛮喜欢高车，在它还没有出这个改款之前哦，在这一款的之前我就已经很喜欢了，就还没有这样凶的那个 design 的时候，就已经喜欢 CX-5 了。就已经喜欢 CX-5 了。所以女孩子如果觉得 CX-3 太小的话，就不用考虑，可以直接买 CX-5。干嘛要打广告要卖啊？OK 啊，如果你们要买Toyota的任何一款车，都可以找他啦。Jasmine 小茉莉。然后他的联络方式啊、电话号码啊什么的，我会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然后如果你们想要买 Elevo 的3线啊，还是 Elevo 的那个头枕啊，你们都可以到我的影片下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OK， 今天这个不是 CX-5 review 的 review， 大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茉莉她也是有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有没有上影片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到底要不要上影片？要。
那你们如果还有想要看到我们合作拍什么样的影片的话，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打上来啊。OK， 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